印度单方面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为何说毫无意义？印度与我国有长达2000公里的边境线，边界未定。我国故土拉达克长时间流落印度，印度多次在拉达克大做文章。今年12月1号，印度再度单方面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我国从未放弃拉达克的主权，印度此举注定毫无意义。那么，拉达克是怎么流落印度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观看的过程中，不要忘了点赞关注。1. 拉达克地区。拉达克位于克什米尔地区的东南部，面积约45110平方公里，人口约26万。拉达克往北是喀拉昆仑山脉，往南是喜马拉雅山脉。该地区是2条山脉之间的峡谷地带，海拔在3000至6000米之间，全境都处于青藏高原上。拉达克气候极为干燥，北方的湿气和雨水被喀拉昆仑山脉阻挡，南方印度洋的季风被喜马拉雅山脉阻挡，而且海拔高，空气稀薄，太阳辐射更加强烈，温差极大，冬夏可达60摄氏度，甚至昼夜温差也能达到40摄氏度，并不适宜人类居住。拉达克的居民基本集中在印度河的上游地区，在冰雪融水的滋养和印度河的冲刷下，附近有若干小平原和可耕种的绿洲，但是物产并不丰富。印度河上游就是发源于我国的狮泉河，狮泉河流出国境后，几乎斜穿了整个克什米尔。除了狮泉河，拉达克地区还有什约克河和努布拉河。什约克河发源于西亚琴冰川，该河流南下时在班公湖北面拐了一个大弯，折向了巴控克什米尔。努布拉河是什约克河最大的支流。这3条河从高处看像一个倒置的爪子，沿途的水源补给都是高山冰雪融水，因此春夏时气温升高，容易出现洪水；秋冬季又很早封冻，根本不具备航运价值，反倒将拉达克切割得支离破碎。而印度本身基建不发达，拉达克的地形也无法建设机场，因此这里的物资运输只能依赖沿什约克河谷修建的公路。印度在这里驻扎的士兵，物资只能由国内保障，公路运输压力极大。拉达克是我国藏族居民的聚集区，通用语言是藏语，当地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建筑风格都与我国西藏地区别无二致。这里的首府是列城，列城面积45110平方公里，人口约11.76万。列城位于狮泉河右岸约6公里处。历史上，这里是我国与中亚、南亚交流的门户。该地区的海拔超过3500米，是拉达克的农牧产品集散地，有公路连通印控克什米尔的夏季首府斯利纳加。斯利纳加坐落于克什米尔的中心地带，海拔1730米，面积105平方公里，历史上也是中国西藏属地。2. 拉达克与印度的纠葛。11月11号，印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印度政府在2019年设置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是合法有效的。我国对此回应，从不承认这所谓的直辖区。印度国内司法裁决并不能改变中印边界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拉达克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中国从未放弃这里的主权。拉达克一直被称为小西藏，它在藏语中被翻译为喇嘛之地。公元纪年之前，藏族人在这里建立了象雄王国，直到公元7世纪，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西扩结束了象雄王国的统治。松赞干布任命亲信为象雄总管，管理阿里和拉达克地区。公元9世纪中期，吐蕃内乱分裂后，阿里和拉达克地区出现了古格王朝，之后又经历了拉达克王朝以及纳姆加尔王国。直到西藏成为清朝的一部分，拉达克也就顺理成章成为清王朝的领地。18世纪中叶之后，印度的沃木尔王国逐渐衰落，印度陷入混乱状态，英国殖民者趁虚而入。1819年，拉达克被锡克王国以及英国殖民下的克什米尔土邦侵占，西藏政府派兵驰援，但都以失败告终。此后，拉达克不断爆发起义，再次派人向西藏和清政府求援，但是被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拒绝。1846年，英属印度和清朝在列城谈判，但是英国在未通知清政府的情况下，单方面划定了克什米尔的边界，将拉达克划入英属印度。我国历代政府都不承认印度对拉达克的主权。印度独立后，接过了英属印度的衣钵，认为拉达克是印度领土。印度在2019年10月31号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
其目的是侵占中国领土。2020年5月以后，印度在拉达克布置了5个师的兵力。2021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期间，印度曾募集拉达克地区的民众为其运送弹药。2021年11月1号，印度在拉达克展开为期3天的空降作战军事演习。今年4月，印度还将 G20 青年峰会的举办地点放在列城，遭到我国拒绝，简直丝毫不掩饰对中国领土的觊觎。3. 中印边境争端。中印有长达2000公里的边境线，至今没有划定。两国历史上有一条传统边界线，但是因为英国随意划定的麦克马洪线、约翰逊线等所谓的边界，导致中印在藏南、阿克塞钦、洞朗等地存在争端。这些地区都是我国西南防守要地。藏南是西藏、云南、四川等西南省份的门户，阿克塞钦维系着西藏和新疆之间的陆上交通。印度迟迟不肯与我国划界，还是想学英国，通过漫漫蚕食将争议地区变成印度领土。印度的行为没有历史依据，也不符合国际法。我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印度企图通过基建建设伪造所谓占领事实也好，设置所谓直辖区也罢，都是毫无意义的。